在的地缘政治海象要扑向印太了吗？来看到啊，中国解放军的 Y9情报收集机，竟然是长驱直入，飞越了东海，而这个路线图也曝光了哈。这个是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的发声，说呢有一架中国军方的情报收集机 Y9，在28日下午呢，在东海上空活动沿着长崎县男女群岛南方飞行之后呢，就朝着冲绳本岛外海前进并折返。那么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也紧急派遣战机升空应对。而更可怕的是什么呢？现在中国还要联手俄国，要打造什么重型直升机俄国的国家技术集团公司呢，跟中国航空工业联合推出的重型运输直升机计划就是要加强中国在西藏还有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高海拔军事后勤能力同时在印太地区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之下呢，要深化中俄航空航天一体化。好，对于这个中俄的结盟，现在美日菲呢也要联手起来了吗？来看到美军呢从今年夏天起呢，要陆陆续续的把3架RQ-4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移驻至东京的驻日美国空军横田基地，要来加强这个情搜还有监察的能力。那另外呢，日本跟菲律宾呢，则是也启动了什么海域的划界谈判但对此呢，中国大陆就抗议啦，就说这个是严重的侵害了中方的海洋权益。不过现在看起来美国似乎要回防印太了吗？来看到美军的印太司令就说了，为了要对中国作战，还有与这个阻吓台海冲突，也你要来部署集成军舰炸弹的先进水雷还包括了什么呢？新型炸弹之外呢，先进水雷还有超高音速武器甚至他们呢还推出了什么高空气球。这个高空气球我们知道在2023年的时候呢，中方是大量的使用的，甚至还飞进了美国的领空。好，那美方就对此声称现在发现这个气球真好用气球上面可以有这个监视装备，还能够躲避雷达侦测，及时把情资回传，还出动这个战机。所以现在美国呢也要运用这个高空气球，希望成为美国未来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日常。但是你光靠这个气球够吗？现在中国可是航母越来越先进的耶。那美国最先进的航母福特号呢？现在又被爆出了问题一箩筐。来看到美军呢之前是花了130亿美元造了一艘全世界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结果现在却传出了没有办法起降 F-35C 战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国航母是照这个既有的旧标准造的，但是新飞机热的发烫，所以导致什么没有办法配成对另外呢 ，F-35C 呢还需要一套作战资料集成网络的一个维护系统，而这个福特号也没有。好，所以呢这么热的一个飞机屁股没有办法降落在这个福特号，不然它的甲板会变形的。好，这么离谱的问题就是暴露了美军的军备问题嘛。所以赫俄塞斯呢现在也知道。美国呢有点问题很多，军备不足，所以现在就叫盟友自己看着办。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When we look across the region today, there is rightful alarm regarding China's historic military buildup and the expansion of its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We share a clear-eyed assessment of that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that a Pacific dominated by any hegemon would unravel the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and undermine the equilibrium we all seek to preserve. Of the United States subsidizing the defense of wealthy nations is over. We need partners, not protectorates. We seek alliances built on shared responsibility, not dependency. This is the maturation of our alliances in a new era. 好，所以要盟友呢，你自己要多分摊一下这个防务的责任啦。但是呢，我们来看到刚刚说到他是在香格里拉对话里面谈的嘛，结果中国呢根本就没有去参加，也不是说没有去参加啦，就是连国防部长都没有去参加这个呢，他派出的是一个19年来最低层级的一个对象。那为什么董军，也就是中国的国防部长没有去呢？专家就说了，董军此次再次缺席，因为
呢，中国已经真正确立了其在该地区大国的地位所以他不需要再派遣国防部长去应接连珠炮般的质询，试图以此来博取好感。可以说这是谁越大咖越不受这种联盟的拘束规范吗？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在中俄的对抗是不是跟美日菲的对抗局势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呢？我们来请教杨永明教授。今天上午，其实赫德塞斯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他的这番发言引起整个区域关心安全情势的重要关注，因为这个是赫德塞斯作为国防部长，美国的川普的，就是开局以来到现在，尤其是在伊朗战争之后，他是不是在伊朗战争结束之后会把军力重新部署，强调在印太地区？那今天赫德塞斯的这个讲话，就显现出美国的态度其实是有转变，那这个转变很微妙。首先董军没有参加，中国大陆国防部长根本他已经不会来这个会议了，他觉得就是不需要到你这个西方来的这些场域，这是英国的一个 IISS 所主办的，我个人参加过几次，以学者的这个身份。那你看到都大概都是美国的盟邦为主，那中国大陆自己在就是北京附近的香山有一个香山论坛，这是也有举办10多年。那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去掉疫情之后呢，其实这10多年来，它也形成了一个全世界以中国的相关的这些盟邦们以及友好的国家们的一个军事论坛，但他也欢迎西方国家参与。那赫德塞斯到底讲什么？我先讲他没有讲什么，他一次都没有提到台湾。去年他在这里讲了5次台湾，他在被问的时候问问题会开放问题，对台的军售怎么办？他说这个要由我们川普总统来决定，就带过。所以这一次他一次都没有提到台湾，因此你现在看到这一次他谈到一开始是讲到刚开始我们看到他所讲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里行使霸权，包含中国。其实很奇怪，在这里霸权一直不都是美国吗？然后呢，不可以威胁美国的同盟国，所以看起来其实他现在对于日本、对于菲律宾，其实关键是日本感受到就是中日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中日的军事的这个变化，那中俄之间的军事的这个合作，那日本呢不断的在提高军事上的部署，在军事化，中国大陆甚至指控对方是新型军国主义，那同时。中日的关系整个从经济、观光严重的恶化，所以担心这个区域情势可能会快速的变成一个意外事件，甚至情势冲突升高。那现在赫德塞斯这个讲话就一方面只有在这句话带到，那可是呢他就说，我们现在明年要达到1.5兆美元的国防预算，他今年才9000亿他明年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1.5兆国防预算？我是画一个问号。但是他要各国提到3.5%的国防预算，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来到3.3%了。那如果把那个1.25兆或者是7800亿分8年分下去，其实我们已经超过3.5了。日本还只到2%。然后呢，他就谈到，其实美国现在就是去年年底开始美国现在已经改变，只重视它的本土跟西半球。他自己都说，不是门罗主义，而是唐罗主义。但是他说，我们可以有全球投射力量，包含亚洲。那这就很有趣味了。这个投射力量是什么意思？你投射到伊朗，结果情况怎么样？你投射到亚洲来，你面临到的是中俄的核武大国，还不要忘记这个朝鲜。所以事实上，美国在这整个区域的力量快速的衰退，那这个是一个事实。因此呢，我反而看到台海的这个紧张呢，因为川习会略微降低，但是不确定未来是不是台独的议题会再引起区域的台海的紧张。可是中日的紧张情势快速的在增加当中。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到这个中俄如果真的要去量产这个巨型的运输直升机的话，以后山区无孔不入了吗？请教厉将军。确实是如此这个中俄这个发展这种重型的大型的运输机，我觉得印度踹雷弹
怎么讲呢？你知道大家知不知道1962年中印曾经发生过边界的战争？那时候中国不管是中国大陆哈，它在这个东西线的阿克塞辛跟东部这个藏南地区，这个进展的速度都非常快，总共歼灭了这个整个团灭掉。印度军队有2个旅被团灭掉，还有第3个旅是大部分被歼灭掉，几乎有3个旅已经就被打趴了哈。除此之外，他还俘获了8200名的这种印度的军人，还有击毙1名这个印度的旅长都被他干掉。但是为什么这场仗中国军队打这么顺利往前面推进之后，但是一停到某一种程度以后，他就主动后撤，退到现在的这个中印的现有的接触线的位置。那主要就是山区里面后勤补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喜马拉雅山整片山，藏南地区整片山，你这个运输补给要往前送是非常困难。但那个时候运输是靠什么？靠骡马嘛，靠人力来背负嘛。那你想想看，一只骡子一个人能够背多少弹药，能够背多少粮食？所以它没有持续的战力，也就是它吃亏在后勤的运补上面。那现在如果说是这个有这个重型的直升机可以解决掉它这个后勤运输的问题来讲，在山区里面解决掉运输问题，我觉得万一有一天再发生中印边界冲突来讲的话，中国大陆他们这个短板就可以消除掉。所以我说印度当他看到这个巨型运输机，对印度来讲的话，真的是剉咧蛋哈。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解放军的运9的侦察机，在这个就是琉球沿线这个实施这个电子侦察，还有包括到美国用这种高空气球来实施侦察，甚至于他用 MQ4的无人机部署在这个从琉球地区，我们从这个中美双方在这个琉球地区的这些动作都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个中美在这边这个第一岛链附近的这种不要发生到真正军事冲突，但是在军事冲突之前的这种彼此的互相的较劲意味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不过我们来看到这个美国的福特舰，这个最强的航母，现在已经沦为一个摆饰了吗？请教彬哥。倒也不是摆饰啦，因为它现在 F-35始终没有办法上电磁弹射，有几个重要原因，一个就是这个它的电磁弹射其实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经常会出现小毛病。那另外一个就是福特号的设计因为比较早，只是美军建得非常慢。所以呢，当时他在设计福特号的时候，他没有仔细去思考到 F-35出来之后，他跟他数据链其他相关的维修后勤到底要怎么对接，所以就变成当 F-35其出现变成舰载机的时候，他跟他没有办法这个直接对接上，所以这就变成他上舰就变得很麻烦。然后再加上就是 F-35所使用的 F-135这一个引擎呢，这个尾焰温度太高了。所以美军过去的挡焰板都会被它融化，所以它必须要用新的挡焰板，能够耐这种超高温，才能够挡住它。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一个计划拖得太久，没有去考虑到后面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导致 F-35现在只能够在蒸汽弹射上面弹射，然后在电磁弹射上面还没有实现。这个对美军的战力来说，当然会遭受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你也可以看到，美国现在他一方面为了节省成本，另外一方面也为了持续保存战力，所以他用了很多方式。比如说，过去他一直诟病中国大陆的高空气球，然后现在他们自己也要弄高空气球。实际上，中国大陆为什么过去喜欢用高空气球？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在平流层的盛行西风带，它可以借由这个西风带的超高速，直接把气球一路就带它横越太平洋到美国去。那美国不能利用这个因为美国是在另外一个方向你这样等于逆着风所以它必须要飞到更高，你要到18000公尺甚至3万公尺这种高度，这时候没什么风，然后它可能就可以长期滞留在这个上面去这个做监视或者收集资料的一个工作。那美国现在正在努力研究这些东西，那是不是能够成功？那价钱会不会又太贵到美国负担不起？这又是一个，因为美国近几年的研究都会出现一个大问题，就是价钱非常非常的贵，然后到最后你没有办法大量部署。同样的也是，他们现在也在研究这种新型炸弹，就叫 Quick Think 这种套件。因为以前他们都是用反舰飞弹想要去打战舰，那但是呢，反舰飞弹贵嘛，随随便便都破100万美金，所以他们现在想出来一个，我是不是可以把 JDAM 这种东西，我上面给它一个套件，给它改装一下，然后就用这种套件来去
让它能够执行一种任务，就让它有点模拟重型水雷，就是或是鱼雷，就是直接去那个击穿这个军舰的龙骨，然后让军舰能够击沉。那可是问题来了，第一个你要让这种炸弹型的东西，你要接近军舰，你要用什么东西去接近？大概只能用逆中战机。而且逆中战机，你就算能够接近，你接近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还是会被发现。所以到底要怎么执行？而且现在这个套件其实也不便宜，它一个套件就20万美金，所以到最后是不是真的能成，还有待考验。好，所以现在印太的博弈啊，会不会越博弈越让美军的短板越浮现？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好，解放军现在真的是对世界大秀军事肌肉，来看到他们的战机来到台湾，不用10分钟吗？好，这个呢是中共最新升级版歼20A 制空战机，他们呢是部署台海前线的一个王牌战队。好，那么美国的军媒就观察报道到了说，在福建某前线基地到台湾本岛直线距离不到300公里，对于超音速战斗机来说啊，就是呢把油门吹到底10分钟的事而已。好，这支部队啊完成了关键换装，还把原来的歼20呢都换成了歼20A， 所以这支部队不是普通的部队哦，之前是歼11，后来又换装基础的歼20，现在又升级到了歼20A， 短短的2-3年之内啊，已经从4代机跨到了5代机，而且来看到了这个双尾焰能够拉出马赫环哦，这个歼20A啊，它是已经换装成了一个最强星状，而且它未来呢还要量产呢。好，那除了这个前线的战空军升级之外呢，来看到啊，现在中国呢，也在这个核武上面呢要扩大网路吗？好，现在路透社有个独家报道说啊，发现呢，中国呢正在位于新疆哈密沙漠的射程最长的核弹发射井附近啊，打造了一个这个八卦型的一个设施。好，以它为中心啊，外加了80多个飞弹发射台、地下掩体以及通讯检点的这个军用复合式建筑。所以啊，未来中国的核飞弹呢，可以到达美洲的一个任何城市了吗？好，那现在来看到啊，中国跟加拿大的关系最近不是已经破冰了吗？怎么会还是在这个加拿大的军舰还是去通过了台海呢？好，我们先来看到啊，睽违10年，中国大陆王毅呢是再访加拿大。好，来看到王毅啊，在结束了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行程之后呢，28号是转往加拿大访问，创下了这个10年来啊中国首次访加的一个记录。但是呢，就在他到访之前呢，加拿大的军舰啊，竟然是穿越了台湾海峡，而且加拿大的国防部呢也证实啊，说他们的巡逻舰啊，22到23日呢是独自穿越台湾海峡。好，那对此啊，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当然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啊以航行自由为名去损害中国大陆的主权嘛，所以也是来有所抗议的。但是为什么明明就两国的关系正在融冰当中，要去来穿越台海呢？好，可能是啊，就是要为这个两边的这个谈判呢来增加一点筹码吗？好，但是啊，在经贸方面啊，其实加拿大真的是非常的期待中国的嘛。我们来看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啊，在这个28号的时候呢，是接见了王毅嘛。好，那29号的时候，他们两个呢也在渥太华来会面。好，那双方呢也是肯定啊，今年1月卡尼访中为中加关系带来的正面影响，并且表示啊愿意继续的深化高层交往与多个领域的合作。好，那么卡尼怎么说呢？说年初的访中的时候呢，跟中方的领导人共同决定要建构一个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那加方呢愿意跟中方一道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啊、金融啊、农渔业等一些的合作。
好，那甚至呢，这个他们还决定啊，要去定期举行这个外长会议啊，就是要来重建中加国安还有法治的一个对话机制。好，所以王毅呢就跟加拿大的外交部长来会谈的时候就说到了，说中加关系重新起航，那各领域的合作要逐步恢复。到2030年呢，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既定目标呢有望被超越哦。所以就是说，随着中加关系的发展，出口有望翻倍。好，不止啊，加拿大可以享受中国大陆的市场，现在中国的电动车也可以便宜的进来加拿大了吗？好，有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说啊，近日啊有数百辆由特斯拉公司在上海工厂生产的汽车已经开始进入加拿大了。那么根据中加的协议内容，加拿大未来12个月啊将允许最多4.9万辆中国制的电动车，以约6.1%的低关税税率进口哦，远远是低于之前超过100%的惩罚性关税了。所以在这个正式军事秀完肌肉之后呢，双方最重要的这个谈判的目的，当然还是经贸嘛。我们来请教杨永明杨教授。至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问题如果从法律层面而言的话，台湾海峡是属于应该是专属经济海域。那这个专属经济海域，其实它在一般的船只，包含军舰甚至潜舰的航行上，是依照国际法、海洋法是可以比照公海的航行。那但是呢，过去美国、日本以及西方的一些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引起的问题，关键是在他们借穿越台湾海峡来表示对于台海议题的一个态度。那这个态度当然就是说，对于解放军在这边的演习，或者是台湾的安全的支持，表达出这个态度，所以呢，就引起不断的有一些争议。那我们在观察，就是在川习会之后，这个5月14号川习会之后啊，川普已经明确的回到美国的时候，接受媒体的访问说，反对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以及不会做台独靠山。那现在他也延后了对台湾的140亿的军售。大家要观察，那美国的军舰未来会不会穿越台湾海峡？那现在加拿大穿越了，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两种解读第一种解读就是，那加拿大跟美国的军事关系还是非常密切，尽管这个卡尼跟川普不太对头，但是呢，军事合作关系还是非常密切。所以透过这样子一个加拿大的军舰在这个时候的穿越，来表达说，其实美国在对台海的议题上的态度没有转变太多，只是反对台独而已。那第二种解读就是，因为这个海道其实跟另外台湾我们讲走与那国海这个水道就与那国岛跟台湾之间的这边台湾东岸的水道，当然也许是比较方便往南海走，所以呢，过去长久以来是如此。如果加拿大先跟中国大陆打个招呼我个人推论应该是先不会，但可能会同时告知但是呢，那中国大陆就觉得说，那就是正常的航行，你不是来跟我表态，要介入到台海议题的，那他就睁只眼闭只眼，因为毕竟，其实在整个大战略，中加之间的经济、外交、贸易关系越来越重要，因为就美国跟加拿大关系不好，而卡尼这2天还讲希望人民币加速国际化，因为卡尼自己过去是高盛的高管，他也做过加拿大跟英国央行的行长，那他现在做加拿大的总理，那坐上来之后颇受欢迎，而且跟这个川普一直就是说在关税上、在贸易上这个相互的对抗。那所以他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然后呢跟中国大陆这个弄了一个2000亿加元加币的，就是说人民币跟加币之间的互换的机制。他就说我很有经验我可以帮助你人民币国际化。其实某种程度今天的中国大陆的贸易进出口贸易，去年的2025年已经来到7兆美元，全世界的全部的贸易总额35兆，所以将近占1/5，而它的制造业大概也占全世界的30%，因此人民币其实越来越重要。但是中国大陆决定就走什么比较稳当安全的，它建立起自己的支付系统 CIPS， 用这种方式，而不是去在 SWIFT 里面去取代美元的方式，所以呢就比较是慢步走，比较稳当的走向国际化。
好，不过我们来看到军事方面啊，歼20要换张最强心脏的歼20A，这样子会对台海上面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请教厉将军。哦，那对我们台海防空可以说是压力山大哈。我们现在上面写的这油门吹到底，10分钟到台湾。运成，我跟你讲，他不用油门，不用吹到底，这个也不用10分钟就可以到台湾上空了哈。因为如果换上这款引擎，它为什么可以喷出马赫环？代表它的推力是很大的哈。那歼20原来叫歼20，现在叫歼20A。这个 A 跟这个原来歼20差别在哪里？就是换装了这种引擎啊，动力是不一样的。原来它用的是2制的引擎哈，那时候推力大概只有多少？12.5吨。那后来它第二批次换的时候是这个大陆他们自己自产的这种涡扇10，好，那时候推力是到15吨。那现在换装的涡扇15。推力已经到18吨哈，比原来第一代几乎多了1/3的推力。所以因为多了这些推力来讲的话，它大概巡航速度，所谓巡航速度就是我平常一般在飞的时候，我不用推马力，我用正常的航行速度就已经达到1.8马赫。那如果说是推到油门底的话，是这个2.5马赫哈。那我这边讲一个数据，大家知不知道台湾跟这个大陆最近的是哪2个地方最近吗？我跟你讲，大陆的福建的平潭跟我们新竹距离是最近，大概是只有126公里，是这么近哈。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都知道814这个笕桥英烈传哈，这个日本的飞机哈，就是从新竹机场起飞去笕桥那边这个发生的跟那时候抗战时候发生空战的日军的飞机就从这个新竹机场起飞，所以我们防空力量最大的也压力最大的就是在新竹地基。那现在如果说是按照这种距离，你用时间用这个速度来换算的话，我算了一下哈，这个如果解放军用巡航速度，不要用到最大的速度来讲的话，到台湾上空大概5分钟就到台湾上空了，甚至于到台北可能7、8分钟就到台北市上空。那关键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这款是5代机耶，是隐身式战机耶。那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防空作战的话，那等于说你大概只有这个2、3分钟的应变时间。你雷达看到它过了中线之后，你开始再开启这个不管是防空雷达或者是这个在空机实施拦截的话，那个距离应变时间就2、3分钟。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压力山大，而且这个5代战机你还不见得能够在雷达上看到它，因为它在这个雷达荧幕上面的这种光点来讲是非常小的，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防空作战压力真的是山大。所以发现了之后，它已经来到了，真的是压力很大。那另外呢，中国大陆也在打造这个核武网络，未来战略飞弹能够直达美洲的任何城市吗？请教彬哥。对中国大陆这个核威慑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世界上核弹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它有4400个弹头。那美国第二，3700枚弹头。中国大陆目前为止，西方的估计，因为它从来没有公布过实际的弹头数，它大概是620枚。可是，现在很多迹象都显示，它可能到2030年，也就4年之后，它可能会超过1000枚，因为它正在快速增加它的核弹头的储备量。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中国大陆还在加强它发射核导弹的方式，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发射核导弹，这个就确保了它的威慑能力。也就是万一一旦不幸开战，你美国或是其他的对手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歼灭掉它的核武反制能力，那接下来就是保证毁灭。所以中国大陆当然要加强它对核武力的部署。实际上，中国大陆到底有多少核弹，真的没有人知道。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那美国一直想要把中国大陆拉入这个就是核裁减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可是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是不太可能会去买单的。为什么？因为你美国现在拥有的核弹头数是我好几倍，那我跟你谈什么？对，我干嘛被你管？对，我一旦跟你谈的，不是就确保被你压制嘛？那我还跟你谈什么呢？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恐怕很难会有一个真正的谈判出来。所以中国大陆应该还是会投注大量的心力去发展他自己的核武库，所以这个对未来当然对美国是不愿意乐见，可是也没办法，因为大家大概不达到一个军事是很难这个停下来的。那至于说这个中国大陆跟加拿大，其实中国大陆跟加拿大之间的关系能够好转，完全是川普一手造成。如果不是川普在那边乱搞，这加拿大怎么可能？加拿大已经数十年来都是美国最忠诚的盟友。结果现在被美国自己搞到，被迫去跟中国大陆示好。那可是加拿大其实它本身内部对中国大陆还是有忧虑存在，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他还是配合美国的战略派军舰去台湾海峡。但是形势比人强，在美国这边经济状况越来越令人忧虑的时候，加拿大如果不跟中国大陆发展比较稳固的经贸关系，加拿大未来的前景会充满了变数，所以他现在也不得不去做一种妥协。那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开放的，我觉得他还是毕竟就是一开始我先开放的是特斯拉的电动车，然后先进来。那等到特斯拉中国产的特斯拉电动车进入加拿大之后，那加拿大你要进这么多的电动车，那我势必要去做一些电动充电桩啊这些东西。那这个就开始在铺路。未来如果中国大陆跟加拿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改善，那可能包括比亚迪啊这些车厂就有可能进去。看看在这个国际之间，国防对话一般都是避险最重要的机制。过去在香格里拉会议里头，其实都很多针锋相对，尤其是美中之间。但今年氛围不一样。我们看到大陆这一次派出来的代表呢，被说是相对规格层级来讲是19年来最低啊，包括国防部长也没有到。不过这次呢，专家学者代表团进去的时候，被形容哇很轻松啊，入场还不忘跟现场媒体互动。那来对应赫格塞斯的态度呢，也就很清楚了。赫格塞斯去年啊、前年都非常强硬啊，对中国要呛虾的这样的态势非常的清楚。但今年上一段我们提了，他说是近年来美中关系最好的时刻，甚至也谈稳定和平。不就也回应了上次习近平所提出来的修斯底格的这样子的疑虑吗？来听听现场他怎么说。No freeloading. History is not over. Alliances are not judged by the number of flags, but by the number of formations. Sorry to say this here, less Shangri-La, more ships, more subs. 不错的。好，所以他告诉大家说，没有必要额外的去做对抗，要维持稳定和平。那美国国防部长现场喊话盟友少办相会，多造军舰啊，干嘛呢？其中媒体很多很有兴趣关于日本的态度。小泉进次郎进到会场的时候，被问到关于高市早苗的言论的问题，他拒绝回答。听听现场画面。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ill retract the wrong remark about Taiwan Island. 这当然也是大陆媒体跟日本的态度的不一样了哦。来看看美军最近在看到解放军的实力，目前看到卫星画面，大陆正在扩建核弹发射井。路透社最近披露的，大陆正在沙漠地区，就是这个所谓的发射井的周边，大规模兴建发射平台，那么借此说要强化陆基核武系统的防护还有反击能力。在台海局势还有美中的战略，现在最新到底是要怎么做？不知道是真的持续升温呢，还是美中要动态的共管呢？中美的核军备竞赛当然没有停，各自的都还在升级武力当中。那被说踩油门10分钟直达台湾，这个是歼20A 的换装最强发动机啦哦。从福建前线基地到台湾本岛，这个歼35、歼20，这个高直线距离300公里，速度就是很快啦，踩个油门一推，一下子10分钟的事。那这支部队刚刚完成了一次很关键的换装升级，把原来的基础型歼20换成大幅改进的歼20A， 这个变化待会专业可以让将军跟我们分析。那2025年的另一款新型的隐身战机是歼35，也投入服役，重型有歼20A， 中型有歼35，说是组合拳。那么东亚的天空格局产生变化，而 AI 加持之下，大陆卫星杀手可以自动监测锁定目标，这也是 AI 加入了航太啊跟军武设施之后最大对于人类战争形态的变化。那来看看这个在航母战斗群菲律宾东部海域被发现包括了开封号、无锡号、辽宁号，这整个的组合发现在菲律宾东部的海域呢，是显示什么样的意义呢？是代表了这个全面在各个不管第一岛链或菲律宾附近海域强势的在展现自己的强大的军力。美国印太司令在一个公开场合里头也提交给国会的121页报告，他特别提出来，美军正在强化在台湾问题上还要悄悄
悄悄强化，在台湾问题上嚇阻中国或者是跟中国作战的能力，包括部署新型的反舰炸弹，还有先进水雷，所以才会去争取跟国会1.5兆美元的国防预算。当然说为了要接反舰炸弹啊、水雷啊，对付中国军舰啊，是这样吗？但美国的军舰各种的设备、国防的升级，恐怕需要的金额不止如此哦。因为光看看福特号在这个航母上面要载的飞机，基本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可以组合的一个海空的搭配，就没有想到 F-35C 却发现它的排气温度太高，高达2000度哦，所以在这个基本的航母甲板没有办法应付的情况之下，还有各种作战资料集成网络也没有办法系统上合作，可以配套上可以合作的情况之下，所以福特号完全让它也没有办法同步差距拉不开，连登上这个飞机船舰上都没有办法哦。我相信这个美国恐怕整个升级要重新再造的这个金额远高于1.5兆美元了。对，首先我们讲航母这个问题啊，这个 F-35C 啊是舰载飞机，舰载飞机一个是短场起降，最怕的是什么？它要垂直起降。这个飞机要垂直降落的话，它是机头朝上，机尾一直朝下，它要维持稳定，它降下来速度很慢，就等于你拿了个火焰枪就对着那个甲板一直烧，2000度，等它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快要把甲板烧变形或者烧穿了。所以你看，日本出云号也是为了这个是问题，在它舰尾上加了很多防温、防火焰的涂层，专门弄一块甲板。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当航母当初建造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下面回想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在新疆搞这么多发射基地？中国跟美国盘算一下，核子弹头当然你还是美国多了，5000多个核子弹头，但是它5000多个核子弹头的问题是，它5000多个义勇兵或者是民兵的投射系统是老旧的，就是说它的飞弹呢是老旧的。中国的数量虽然少，但是它投射系统是先进的，是超高音速变轨的飞弹。当它到了目标上空的时候，那个音速加重力加速度可以到了10几马赫。换句话说，是美国的拦截飞弹拦不住。但是呢，数量还是少。为了达到真正的平衡，它就要在新疆再增加很多发射井。你看那个图啊，除中间那个井以外，旁边还有很多附属设施，就是防空飞弹。因为美国的反飞弹的战略就是说，你在刚刚离开发射井出生阶段是最容易击毁的，所以它会有太空的武器或者是飞弹或者是飞机在附近，它就要这个时候要打掉你刚刚出生，因为到了大气层以后速度就越来越快了，就拦不住了，所以它在旁边一定有很多附属设施，而这个发射井不是一个井，它下面一定有连贯的隧道，很多个井，但是飞弹在里面游走，你搞不清楚我在哪个井出来，这就是为了达到真正中国跟美国的核子平衡。新疆还有一个好处，它在西北的内陆，你美国的空军要来打它的话，要飞很长一段时间，有预警的时间。第二个，新疆的纬度也很高，从北极那边直接就可以攻击你美国，比你从福建啊、广东啊这边发射的飞弹距离要近很多，所以在这边扩张是必然的。第二个，歼20跟歼35都是隐形飞机，因为什么加了个 A 呢？因为它的涡扇的发动机改成涡扇15，涡扇15无论是推力跟扭力都比以前增加，可以超越你美国的 F-20。那歼35为什么要改装？它因为要提高巡航速度，跟先到战场上打击敌人战斗群的预警机打瞎你。后面这个歼35外号叫做炸弹卡车。歼20它身上带的细弹量很少，因为它要全身隐形，它的机舱里面只能带4发，所以它的带弹量要靠歼35。歼35也可以隐形，也可以空作战，也可以攻地作战，是两用的。
很可能是歼20先出去取得空优，歼35就来行歼灭作战。所以这两个的搭配，还要加起攻11隐形的无人喷射战斗机，那个带弹量更多，所以它就变成做大型空战的话，第一个速度快，隐形多，第三个细弹量大，细弹量大就决定了空战的优胜劣败。加上中国大陆的霹雳15，它是中长程的空对空飞弹，大概可以打到280到300，跟美国的 AMRAAM 250打到180，还打不到300。就换句话说，我手背够长，所以这个在空战上就取得优势。所以你就可以发现，美国所有的武器的设计都是针对你美国，你跑多快，我就加的比你更快；你有多长的飞弹，我就比你设计更长的飞弹；你雷达看多远，我就要超过你雷达的视距。这就是说，它完全做克制型的设计，因为它是后发，它知道你前面做了什么缺点。再更新。好，袁老师，我针对于小泉进次郎拒绝回答《环球时报》的发问做一点说明啊。大家知道吗？小泉进次郎的话不是不会英文，小泉进次郎的话呢，现在受到了高市早苗的造谣抹黑啊，说他是无能的傀儡啊。哎，那个有个叫什么周刊春文啊，里面是登出来的，登了好几天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但是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啊，这次他变得很嚣张啊，因为中国没有来了嘛。我跟你讲，说句良心话，没有中国高层的军事代表团的参与的香格里拉对话，等于是一场儿戏了。啊，这个就好像说是那个奥运冠军都不来，那你怎么发金牌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呢，对不对？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海克塞斯讲了，他讲的这话就刚刚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你们哈不能够这个通通指望美国啊，你们自己也要少开这种会啊，多搞军舰。海克塞斯一讲完以后，小泉进次郎马上发问：我们日本做了这个，我们日本做了那个，这样子你满意吗？当场大家可以看到影片哦，这边没有登到啊。海克塞斯支吾其词，不置可否。说句良心话，整个香格里拉对话没有大陆的代表团，没有大陆为什么要参加呢？这是你的有派了比较成绩不是，就是那个孟祥青嘛，就是个少将而已，而且国防大学的教授，就跟我差不多了，就教授而已嘛，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那么他自己的话呢，就是海克塞斯跟这个讲。只是讲美国跟日本还算是比较有点战力的，那其他来讲的话，跟他没什么特别的关系。好，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小泉进次郎问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回答就是海克塞斯应该直接回答不够，日本在哪，对不对？那美国当然不够。那讲到钱的问题啊，那个帕罗啊，要解释一下，美国的国防预算没有到达1兆啊。所以川普就突然要增加50%，变成就是9000多亿嘛，要变成1.5兆，是他自己在计划。美国哪有这个钱呢？美国自己捉襟见肘，美债这么多，对不对？大家想啊，帕罗一听到只要分钱的精神来了，这个人的名字啊，真的是拍掌啊，哎，他懂啥东西啊？对不对？你美国造船，你现在话呢？我讲到那个福特舰啊，一波三折，我以为是电池弹射有问题。刚刚听将军讲，那个 F-30喷气头，那个2000度把你甲板都烧化掉了，你自己难道不知道吗？然后你现在的话呢，你构成的网络都构不成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不晓得美国的那个国防预算用到哪里去？你设计出这种装备来，这个要就责的，对不对？啊，你弄这个福特号到底管不管用啊？啊，那个电磁弹射这不行，这要就责的嘛。你美国这种兵力的话呢，你要干什么呢？马桶都说不好，对呀，马桶都说不好。我觉得香格里拉还是有它的重要性了啊。但是呢，因为中国的参与比较差一点，可是啊，说老实话，赫格塞斯这次讲的话，虽然你感觉上他还是很傲慢，可是他讲的很多话还是觉得是在稳定中美关系啊。我感觉上面就是他去了一趟大陆之后，至少那个。反中仇中的那个言论，那个语调有在降低当中啊。那他们如果不合作，他也知道没有办法在这个区域有一个和平的状况。那可是我回头来讲，就是同样啊，就是当大陆的没有派到比较重要成绩的出席，
卞老师是说，这个金牌选手没有来，可是金牌选手没有来的时候，按照道理啊，我们有过一个经验，就是1984年的时候啊，因为罗马尼亚他们那边东欧很多的选手杯葛啊，洛杉矶奥运，结果我们就拿了一个举重的铜牌。你是说，因为趁机，趁机就拿一个。那这个今天大陆不来的时候，你们就是你们的 shining moment， 好好表现嘛，对不对？可感觉上好像也不是很合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那未来会不会真的是香山会议会取代这个？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观察。就是当然我们觉得香格里拉的历史比较长一点点，那而且呢，香格里拉感觉上比较中立一点，因为它毕竟是在新加坡办嘛。但是呢，当你这个大国中国开始比较没有这么重视你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要打上一个问号。那至于这个小泉，我觉得你要他怎么回答？我觉得《环球时报》的记者真的是也是为难他嘛。就好像今天任何的人去问说川普怎么样，你说美国官员敢讲话吗？当然都不可能会去讲。我觉得这个记者是比较稍微狠了一点啦，故意的去问这些问题。那至于我觉得说在美国就是不是在这个大陆现在这个离我们台湾这么近，我们确实是感到就是有恐吓的、有威胁的这种程度。但是如果你今天他的目标真的不是你的时候，你需要这么紧张吗？你懂我的意思？就是当你跟他的关系很好，你的隔壁今天即使有很强烈的火力，但是你知道他不是针对你，那你根本不需要担心。那可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议题就是被美国包括帕帕罗这个，就是要把它炒作到我们一定要再买更多的武器，然后让这个大陆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又想做什么东西？他可能就是到最后赚钱的还是美国的军火商嘛。那美国到底会不会来？我觉得还是一个最大的疑问在川普访问完之后，我觉得跟你讲的那么难听的话继续讲你是小偷，然后继续说你很远距离美国很远，然后真的会让美国愿意出兵吗？我觉得还是不会。所以今天我知道台湾很多人，美国也很担心，说大陆对台湾的威胁时间上面这么快速的话应该是会让我们有一个非常紧张的戒备。可是如果你今天两个关系好的，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是，来看看到底谁跟大陆关系好呢？看看全球这个半年内访问中国大陆的国家元首，其实这样排出来是真的蛮惊人的。这样一数，光这个画面排不下呀，21位啊，而且都是大国。从川普刚去嘛，法国、德国、韩国、土库曼俄罗斯、爱尔兰英国，各国都去了。这个显示一个全球重要国家的元首都在往中国去，那不管是合作、商业、各种的避险都很重要。好像只有台湾现在还是相对的很抗拒、抗中吗？那当塞尔维亚的总统武西奇去，他是其中最相对情绪表现可能是最激动的。那以至于他在受访的时候，他还说，因为我就对访华这么激动，我还问我爸我这样会不太好，太激动。听听他怎么说。My father was saying to me last night, I saw how jubilant you were. Then I asked him, okay, did I do it in an indecent way or was it so obvious? And then he said, I know you. Oh, you were behaving in a decent, professional way, but I know you and I saw that you were very joyful and we were happy to see that.就是大家高兴的是什么？每次访中都希望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带一些不管订单或者是各种贸易的合作来，这不是也是川普所希望的吗？这一个国家的变化恐怕是川普看得不开心。既然讲 G2， 那大陆的周边外交关系如此，美国呢？美国一直要把人家加拿大当成第51州，那最近的关系也是一样非常的紧张。可是看到了大陆的外长王毅访问加拿大。同时跟外长阿南德跟总理卡尼同时见面的这些画面呢，当然也让川普应该心里不是滋味吧。代表这个加拿大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已经从过去美国的大队长这个角色已经跳脱了，现在他跟大陆正在全面的合作。加拿大宣布有望
超额完成到2030年对华出口可以增加50%哎哦，川普也很期待有这样的出口，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推动，加拿大对华的出口甚至可能会翻倍哦。那卡尼跟阿南德同步都在发文，就是庆祝说接下来可能各种的 partnership 伙伴的关系将多大的增长，这代表我不跟你美国玩了，我现在已经到了这跟中国大陆合作的新阶段，更进一步看合作的项目里头有中国电动车，我相信这是美国的车厂最关心的话题，因为呢，本来跟着美国一起100%的关税啊，现在砍多少？剩下6个百分比，所以上海制的特斯拉虽然也是美国车，可是上海制不一样，就先入关了哦。那么未来美国的其他车厂当然立刻就拉警报，预计目前加拿大未来1年呢将允许最多4.9万中国制的电动车，大概有6.1%的这样的低关税进口。那 Bloomberg 报道，近期已经有数百辆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电动车，新制度下陆续抵达加拿大，成为首批受惠低关税的车辆。包括通用汽车的执行长多位产业高层已经公开质疑卡尼政府这样放宽中国电动车进口限制的决心，担心未来整个加拿大的市场通通北美影响力就等于是门户啦，全部开放了，而美国的车辆将不会有竞争力。当然对欧洲国家的影响冲击也是如此哦。那么印度这个话题蛮有意思，我刚刚上一个时段我们在聊说，我的印度瑜伽老师说，你们台湾很热吗？没有很热，你们才30几度，我们都45度、47度，腔调都变了。对，他50度，这个是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到印度去访问的画面。哇，满身大汗，然后几乎是生无可恋的这样的形容词。那么在50度的高温，穿着全身的西装，然后形容词叫做抵制中国空调吗？没有啦，也就是说，这个是场外的温度实在太高，在一个附属的新楼揭幕仪式底下，让最后实在撑不住，留下一句太热了，长话短说，让这个活动提早结束。那今年4月以来，印度各地的气温接近50度。真的太可怕了，50度！你看看这个卫星空照图，哇，这个几乎有地方还是黑的哦，热到发黑呀。那14多亿人口，才9400万台的空调，普及率不到10%，印度90%的家用空调等等的45%的百分比的变频压缩机都需要从中国进口。5月，莫迪政府出压缩机进口的这个新的政策哦。原本应该可以进1000台的，现在只能限制说只能300台，以至于这个更热啦，就要限制抵制大陆的空调，结果变成印度抵制中国制造的符号。但很有意思的是，在中印有边境的冲突的期间呢，有很多电影啊特别创作的时候去批中国大陆嘛等等的，结果最新宝莱坞傻眼，这样形容是为什么呢？因为新的几部电影当时趁热度制作负面对赴华的这个电影，居然政策又变了哦。印度政府警告不得抨击中国哦，包括最新主演的战争片，本来名字叫《加勒万之战》，被要求改名字，40%内容可以被要求重拍，还可以这样。原定4月17号上映，但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印度军方跟电影部门的上映许可，那就只好另外一部是直接完全都被搁置了哦。这实在是政策变化很快速。我想，我蛮喜欢讲印度现在的状况。这个你讲的这个气温呢，就看出来印度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什么叫先天不足呢？那个就有这么高温，对不对？这个地方啊，每次常常有高温。什么后天失调呢？石油，伊朗的石油没来啊，油气也没来，自己的电网又很烂。然后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印度号称我要跟中国比制造大国，其实它所有企业里面很多零件都是中国造的。这次牛皮吹了个半天，欢迎欧美跟我投资，莫迪还跑到欧洲跟欧盟去转了一圈啊，欢迎来这边投资。但你所有的制造业里面都少不了中国的零副料件，包含精密工具。也许整台机器里面只有2-3样，但是就是不可缺的。所以这一时高温就扑出来，你变电器也有问题，变频器也有问题。50度啊，我都很难想象。所以
这个国务卿印度人说你们台湾不热，那真是不热，我们这边30几度就受不了了。真的，像我们每天的冷气机开到从早上开到晚上，晚上开到电量，所以这个问题，印度你看到中国去访问的21个国家，莫迪没有去。莫迪现在很尴尬，美国关税给你50%的关税，打的印度真是头都抬不起来。接着川普又讲，那是一个很肮脏的国家，又是一巴掌，所以实在没办法了，就叫卢比奥跑来安抚一下。你看，印度的角度，一个中国，一个美国，两个大国。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驼子摔跤两头不着地，两边他都没干上。然后呢，他自己的环境，他周边所有的邻国没有一个跟他是友好的，不丹、锡金，连孟加拉都要买枭龙飞机，巴基斯坦的飞机已经打垮你印度了，那边的孟加拉的也要买枭龙，那你是不是两边夹攻？所以他周边没有一个跟他友好的，所以你这个国家多惹人厌，你知道吧？中国大陆对藏南又给你来一个命名，吓得他有问题了。那边西边那个河谷一插下去，印度3个邦就不是你印度的，所以莫迪的状况很糟哎。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半年21位国家元首去访问中国大陆，其中武契奇萨尔维亚，他又是相对最激动的，等于他自己都觉得哇，我真的是太激动了。对，这个武契奇的话呢，喜极而泣2次了。一次的话呢，他突然发觉他这个备受欢迎的待遇的这个程度是跟那个川普还有普京是一样，他高兴了。另外他受颁了这个友谊勋章，他也非常非常感动啊！因为在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原来都不知道存在，南斯拉夫分解之后，原来是南斯拉夫里面最强的一个国家。那因为他们主要就是南斯拉夫人所组成的嘛，所以塞尔维亚的话呢个子很高大，然后他自己喜极而泣，他200多公分呢，对不对？啊，我也聊聊印度了，这边来讲，我觉得那个加拉万河谷的事情大家知道吗？就是那个狼牙棒跟那个解放军在那边加拉万河谷打了起来。印度，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印度人会拍的电影非常非常会拍。而且非常非常多，恐怕是全世界拍电影第一名，产量最多。但是印度电影为什么没有办法卖到印度以外呢？因为它里面都会莫名其妙加到很多歌舞表演啊，所以大家就是喜欢看他的歌舞。不是，那是印度人喜欢看的，我们喜欢看剧情啊。我也喜欢看，那个美女真美。不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回事哈。就是说，印度的电影产量是第一，所以加拉万河谷的话呢，印度很会拍电影啊，拍的大勇士啊什么的，打起仗来倒不是这么回事啊。那另外的话呢，这个说我要讲的最后一个观念就是说，就是加前面的4个叫 QUAD。四方会谈嘛，就包括印度啊、澳洲啊，然后美国啊，还有这个日本，对不对？啊，那虽然很热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大家放心好了，因为最近啊，不晓得那个卢比奥他到了这个印度时候啊，故意啊接了一个电话提免辞，然后川普打电话进来，然后就讲说，我跟莫迪关系很好，要好好照顾他。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美国弄到了委内瑞拉的石油以后，都卖不掉，你知道？现在叫印度去接盘嘛，啊，就这么简单。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还讲你要什么？再看中国大陆的崛起，光看半年之内21个国家的国家领袖，包括川普都去访问，当然还有普丁，就可以知道这个当中所谓的 G2 现在的现况如何。当然就是 G2，从川普的口中说出来，本来美国不愿意讲，那就表示已经看到大陆是可以平视美国，然后美国是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大概不是跟他同等的对手，也是一个相当的对手了啊。那大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领导人去？我觉得很简单，你去美国还被川普骂，然后还要上缴很多东西啊，要投资要做什么？去大陆是拿礼物的啊，去大陆是拿一些投资项目啊或什么东西，所以当然愿意去嘛啊，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 kimochi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被接待的规格，而且我一再强调，他们不管你是大国小国。
他给你的待遇几乎是差不多的，当然没有像美国那么高，可是也够了啊。就是川普说别人都没有我这样，川普没有，可是川普对于非洲国家，对于其他这种小国家，他根本连懒得接见都不愿意接见的啊。我觉得这个是。